我叫顾修，是清玄宗第一天教。500年前，清玄宗遭遇大难，即将覆灭之时，我一计为继。我自愿入福源禁地，镇压500年，为宗门争夺福源。经历500年的征战，我成功了。福源尽数为我所夺，清玄宗也就由我夺取了福源，蜕变为一方圣地。但我却因500年的征战，根基皆损，沦为废人。本以为我归宗后，他们会待我如英雄，可师尊他们……师尊，求求你饶过顾师兄吧！我相信师兄不是故意的。逆徒，你可知罪？师尊，我何罪之有？顾修，你故意用化骨伞毒杀捉风仙灵鹤，可是我亲眼所见。师尊，弟子也查过了，那些仙灵鹤确实是化骨伞之死。弟子还在顾修局所内找到了这瓶化骨伞。虚假之罪，何患无辞？顾修，如今人赃俱获，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你一定是觉得宗门让你喂养灵兽是辱没了你，故意用这种方式来泄愤是不是？500年前你还算是堂堂正正，没想到500年后，你不仅修为散尽，沦为废人，心性也变得如此歹毒。本尊看你根本无心悔改，来人呐，将他押去思过崖，好好反省。没想到我顾修竟会沦落到如此下场。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清玄剑仙，竟如一条丧家之犬一般，锁在这里动弹不得。小师弟我看了也不禁心生怜悯啊。江寻，是你！若不是你在我离去的500年里挑拨离间，师尊和师姐怎会如此待我？顾修，你当真认为你今天落得这般下场，全都是因为我？你当年就应该死在禁地里，永远也别出来！顾修，你这废！你死后，一切都是我的了！我的一切。你死罪！我没死，不对，是我重生了。我回到了被秦墨然和徐婉清联手陷害的那一天，明明是他们不伤仙灵鹤，却栽赃到了我的头上。逆徒，人赃俱获，你还不认罪？前日我为宗门鞠躬尽瘁，处处忍让，最后却被活活逼死。此时我重生归来，势必要为自己而活，登临巅峰，夺回一切。清玄圣地，我倒要看看我离去后，福源散尽的清玄圣地还担不担得起圣地之名。我认罪。你承认是你毒杀仙灵鹤了？毒杀仙灵鹤？不，当然不。我认罪，我不该替宗门镇守福源禁地500年，不该处处忍让，更不该留在宗门碍着小师弟继承宗主之位。顾修，你这你……你们为的不就是此物？弃宗灵约，这废物要弃宗！他这个没有修为的废人，怎么敢的？这份弃宗灵约一旦签下，弟子就算是自动脱离宗门，和清玄圣地再无半点瓜葛。这掌门玉牌随你们拿去。你莫要以为本尊不敢签。枷锁终于被去除了，谢宗主成全。师尊，此事会不会有些不妥？毕竟顾修是外界盛传的清玄剑仙，亦是圣地英雄。若此事传出去，无妨。等顾修认识到没有圣地庇佑，他只是一个根骨尽毁的废物，自然就知道回来了。师尊所言极是。发生了什么？照拂宗门500年的福源，为何突然一散？宗门莫不是做了什么遭天谴之事？
小师弟啊，那碍眼的废物终于滚了，这下可以把他的珠峰拆了，给你建一个完美的御兽之地了。就是，宗门里本来就不该有这种白拿灵石不做事的废物。小师弟，你才是咱们清玄圣地唯一的天骄。谢师姐厚爱。师尊，弟子想知道刚才发生了何事。朝夕来了，没什么，只是顾修弃宗离去了。弃宗灵域，那不是要宗主首肯吗？您同意了？那又如何？一个废物，走了就走了，时间到了，苦吃够了，自会回来。师尊，那可是顾修啊，那可是为了我们清玄圣地，甘愿入福元禁地忍受500年折磨，为我们夺回无尽福元的圣地英雄啊！顾修修为已废，每月都要耗费宗门大量资源用来疗伤续命，此事已经有很多弟子表达不满。你可知他一个废人，每月月入多少？陈长老，告诉他，顾师叔每月的俸禄是10枚下品灵石。10枚？雷门最底层的弟子每月都有200月俸，普通执事长老每月数千，亲传弟子每月更是至少上万灵石，怎么会这么少？因为3年前顾师叔自禁地归来，执事们都不认识这位师叔，见他每日在宗门大殿打扫，而且没有修为，所以就将其列为杂役弟子。一介废人，没必要浪费太多灵石。何况他刚回到宗门，花费了宗门大量资源治伤，这些怎不说？这个其实宗主您当时见他再无修行可能，加上江玄小师叔正值突破的关键时刻，所以顾师叔的灵石和资源都分给了江玄小师叔了。顾师叔治伤只用了不到1000灵石。师尊，500年前顾师弟孤身入禁地，可是为了帮宗门夺得复原血，你就这么对他？而且如今顾师弟离去，我清玄圣地500年来的福缘已经开始易散。顾修只是一个没有修为的废人，宗门能庇护他，给他一个容身之所，已经是其他人可望不可及的了。再说，我辈修士本就是要人定胜天，什么福缘不福缘的？清玄圣地有如今这番繁荣，和他顾修有何干系？弟子告退，必须尽快把顾修师弟寻回来，不然以现在的速度，福缘将在几天内完全散去，那时清玄圣地必将面临天谴。前世被江巡所杀后，我的意识并没有消散，而是像观众一样旁观天地运转了1万年，带着未来1万年记忆重生的我，将在此时占尽先机。既然我对他们百般付出，他们毫不珍惜，那清玄圣地还有江巡，都给我等着吧。这本从福元禁地带出来的古籍，前世的我根本不知道它有何用处，只拿它来垫桌脚。但知晓一切后的我，终于明白，它是无字天书，不仅赐我至尊道果，而且在禁地中受的伤已然全部愈合，修为已重回炼气3重，而这根金竹杆，才是我从禁地中带出来的最大机缘。看似平平无奇，其实它真正的功效是可以垂钓诸天。之前我身为废人无法使用，不过现在的我已重回修行之路。这竟然是早在万年前就失传消失了的天书符箓。此书对于修习符箓之道的人来说，就是夺天地造化的无上至宝。那在宗门大殿之上失罪于我的秦漠然，早在500年前就与我提过此书。哼，可笑，看来你秦漠然此生与此书无缘了。
哇，竟然这么流畅，一笔一画之间自有神韵。哎呀，剑长老不愧是万年难得一遇的符箓天才，这也太厉害了！符箓竟然只需要写1遍就快成了，这才是我们清玄圣地的天骄，比那个什么顾修强太多了。拿我和顾修比，那就是一个碍眼的废物，一辈子都休想摸到符箓之道的门槛。符箓飞天了！快看，天上好多符箓，他们都朝一个方向飞去了。这是传说中才会出现的万运朝拜，有符道至尊出世了。都过来跪下行礼！这是唯有符道至尊才能引发的天地异象，这是真正的仙迹。符道至尊残留在空中的一丝感悟，都足够让我等凡夫俗子蜕变成符道天才了，还不过来跪下修炼感悟？好大的规模，这就是我毕生追求的境界。不，恐怕我穷尽一生也无法触及。真想亲眼看看引发了万元朝拜的这位符道至尊，一定是位道妙真仙吧？这天书符箓果然神异，不仅符箓可以随手写就，而且随随便便就是极品道符。有道友在东府中吗？道友，能请你帮个忙吗？炼气3层，完了，难道我就要死在这个洞府里了吗？哪儿来的炼气3层废物？我破皮帮办事，识相就不约你。你爷爷我可是炼气大圆满境界，炼气3层，哼！追得好快，炼气3层绝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但只要稍微拖延一下，我就有机会逃出升天。道友，求你帮我，我可以给你800上品灵石，还有丹药。成交。小子，想当好人，那我们就送你和他一起去死。死了！炼气3重，一击就秒杀了2个炼气大圆满，而且都是一击打碎了心脉。修士什么时候这么好杀了？在下天策府叶红绫，方才多有打扰，冒犯恩人了。这是刚刚说好的报酬。这叶红绫为人还不错，定好的800枚上品灵石，他就往里面放了1000枚。既然事情已了，那我们就在此别过吧。承蒙恩人搭救，红绫感激不尽。若是他日恩人有事，可到天策府找红绫，红绫必全力相帮。还不出来吗？实在抱歉，道友，我并非故意偷窥，只是被你杀的2名汉子是我万宝楼的通缉之人，我也是一路追杀而来。这枚储物戒指赠与道友，还望道友莫怪。你有何事？道友此行可是要去云霄城，您不必紧张，我们万宝楼每次都会招聘修士一同随行。我看道友剑意圆融，身手不凡，若是道友不弃，可同我们一道同行，而且还有一定酬劳，算是两全其美之事。听起来不错，万宝楼是极有名声的大商行，而且云霄城是散修之城，越是靠近云霄城，杀人夺宝之事就越多，加入车队能省去不少麻烦。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这个洞府有小尸体的气息，但看起来却根本无人来过，这怎么可能？不对，这处洞府有问题。阵法有近期启动过的痕迹，我明白了，是小师弟不想被人追走，所以离去之前特意用了法子。这是被吸干的灵石，小师弟恢复修为了，他可以修炼了。只有灵石不够的散修，才会把灵石吸得这么干净。小师弟明明是宗门亲传弟子，月露诀，小师弟，我会找到你的，一定会补偿你。宗主急召，清玄圣地出事了。顾师弟，我很快就回来找你。宗门有难，我必须先回去看看。师尊，不知如此着急呼唤弟子归来，是有何要事？朝夕，你回来的正好。你江巡小师弟刚刚从剑阁出来，剑道再度精进，为师打算送他一柄佩剑，希望你能用天机之术为其加持。师父，弟子记得宗主急召，只有宗门出现最为要紧之事才会用。您就为了这个使用宗主急召？什么叫就为了这事？你江巡小师弟现在是宗门最重要的人，更是我清玄圣地的未来。他如今剑道有所成，佩剑自然也需要格外慎重。此事本就是我宗门头等大事，这柄剑是为师和你几个师妹用了无数天才地宝凑出来的，不得有闪失。弟子领命。顾师弟，你等一等，等师姐忙完此事，会立刻动身来找你的。单人马车，这可是供奉才有的待遇。一个小小的炼气3层叶派，我炼气9层也只能跟在外面的车队。那修士长得倒是模样清秀啊，你们说会不会是苏如妹款式的？闭嘴！禁止议论苏管事。你这么看好这个风不归？你没见过他出手，他的剑意之强，简直是我生平仅见，定然是哪个大宗门派出来历练的核心弟子。回去后，我准备和楼主提出，将风不归道友正式列入我万宝楼的供奉。可这人浑身上下没有灵石法宝，连佩剑都没有，武器只是一根青竹竿，简直比普通的散修还要困苦。大宗门出来历练的核心弟子会是这个样子吗？这个弟媳，这是什么竹子？我炼气9层都砍不动。阵法，这一定是阵法。这是可以围杀金丹修士的青竹困龙阵。没想到苏管事还挺识货。齐少明，他可是筑基修士，他来这里做什么？他是云霄城真真正正的天骄啊，难道也要对我们出手吗？听说你们万宝楼这一套带了不少好东西啊，人和东西都留在此阵中吧。给我上！杂鱼就是杂鱼。这是困阵，不是杀阵，只要我们逃出去就能活。想逃？该死！这竹子与大阵相连，若毁坏大阵，我们根本逃不出去啊！难道我们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这是入道之境，传说中的修士此生都遇不到一次的入道之境。那不是风不归的马车吗？
他练气境就能入道了，真是恐怖如斯啊！敢当着我的面悟道，真是好胆！我倒要看看你悟的什么道！原来只是一名练气境的废物，还敢在我面前装神弄鬼，寻死！什么？怎么可能？一个小小的练气境，怎么可能接得住我筑基期的全力一击？你究竟是何人？你小子有些诡异，带我看看，你究竟要如何破得了这青竹困龙阵？青竹困龙阵很了不起吗？什么？青竹困龙阵的阵眼有99重幻境遮蔽，你是如何一下找到阵眼的？此等小阵，随手就可破之。囚笼！一击秒杀，练气境秒杀筑基期，这怎么可能？更何况这是云霄城的天骄啊！怎么样？苏管事的眼光倒真不错，我们捡到宝了。风道友，你的马车被毁了，后面的旅程要不要与我同驾马车？风道友，此剑名为掠影，虽然品阶仅仅只有地品，但此剑极为特殊，甚至不逊色于天品，就赠与道友了。这柄剑，我在此后1万年的记忆中见过。这柄剑乃是超脱天品之上的绝世神兵，是世间独一无二的仙品神剑。多谢苏管事。这次二师姐锻造的定然是天品法器，竟然引来了七曜符节为法器赐福，这真是我们千玄圣地的一桩大喜事啊！谢谢师尊，还有诸位师姐厚爱。若不是集结全宗资源，这柄天品法器也不会出世。这是七阴煞雷，遭天谴了！我们清玄圣地向来有福缘庇护，怎么会遇到七阴煞雷这等邪物？不好！江巡方才与这龙印剑滴血认主，有契机联系，天劫也会牵涉到江巡自身。小师弟，糟了，龙印剑要碎了！不好，龙印剑碎裂，滴血认主之宝的反噬，加上天雷轰击，他的经脉尽数受损。小师弟现在生命垂危，十分危险，快把他带下去救治！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七曜符节是天大的机缘，一旦出现，哪怕是失败也不会伤及性命。可七阴煞雷不同，死雷和七曜符节非常相似，但实际上阴毒无比，一旦出现，不死不休。师尊，此事事关重大，必须要引起重视。荒唐！我清玄圣地500年来福缘加身，怎么会招来如此邪祟之物？可是师尊，如今七阴煞雷出现在我宗门之地，甚至对宗门弟子出手，那就说明我清玄圣地的福缘必然出现了问题。福缘已经开始易散。此事你大师姐倒是提过一次，她说因为顾兄用了气宗灵约离开宗门，所以我宗门福缘易散了，简直是一派胡言。莫非你真以为顾修离去，我清玄圣地的福缘便会散去，我清玄圣地就会遭了天谴不成？通知下去，清玄圣地继续网罗天下宝物。既然这次失败，那就再来。下一次我们用更多更好的资源。本尊就不信，这所谓的天谴，下一次还敢来？福缘？哼，我清玄圣地的福缘怎么可能会一散而去？
简直是危言耸听。除了掠影外，苏如妹还赠了我一枚价值10万灵石的天品筑基丹，这份礼不可谓不重。到了云霄城，也该找个机会给万宝楼一些好处了。你就这么看好他？虽然很强，但也仅仅是一个炼器修士。我对他施展了佛缘窥探之术，他的佛缘之深厚，是我此生见过最强之人。最要紧的是，他不仅佛缘深厚，而且我隐约能看到一股强大无比的佛缘之力，正源源不断地朝他而来。为何他修习的2种功法在融合？难道这是传说中的万法归宗？术道、阵法师、跨阶斩敌，万法归宗，此人才是我们万宝楼遇到的最大的机缘。怕是将来我们连望到他背影的机会都没有。这附近有强者大能盯着我们，至少金丹后期，甚至是元婴大能。是敌是友分不清，一直有杀意凝聚，但没有出手。那就不管，加速通过。给我留步！元婴强者，好强的压迫，我快喘不过来气了。小女子苏如妹，万宝楼管事，不知前辈拦下车队有何贵干？若是有所需求，前辈尽管开口。里面的人走出来，让本尊看看。本尊让你走出来。前辈，休要多言，否则本尊必然斩了你。既想要见我，来我驾前便可。莫非你不敢？真的是你？是我。你的头发，还有你的修为，是怎么回事？苏管事，你们先走吧。两位前辈叙旧，那小女子就不多做打扰了。我们在前方等你。吕东山，已经500年了，你还是连对我出手的勇气都没有。我真的太窝囊。500年前，我和你的那一战，虽然都被誉为天之骄子，我却不敢对你出剑。500年后，我还是不敢对你出手。能说说你现在是何等修为了吗？大成，亦或是传说中的仙？为何我只感受到了炼气7层？都不是，我就是炼气7层。你炼气7层？怎么可能？怎么会？难道是那个禁地让你根基尽毁？你的师姐们呢？你们清玄圣地不是最护短了吗？可悲啊！堂堂一尊元婴大能，明知此生最大之敌境界跌落至炼气7层，却依旧不敢拔剑。大道万千，走不通的道，换一个不就行了？吕东山，当我自觉实力足够之时，我会挑战你。到时我要你同我一战。他要我等他，要与我一战。是啊，走不通就换一条路。顾萧，点醒之恩，没齿难忘。是化神修士？难道风不归道友是隐瞒修为的化神修士？也可能是那个元婴大能突破了，3言2语就助人突破。风道友，不，风前辈的心境绝对是化神，甚至更强。前辈，云霄城就在前方了，我们一起进城吧。
成了，天机轮回镜成了，消耗再多寿元都值得。顾小师弟，我一定会为你洗清冤屈的。听说了吗？那个废人顾修在卓峰的房子终于被拆了。什么？师姐，现在这破屋子都拆了，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按照我们的设想为小师弟准备寿篮了？先把这些污秽之物毁了吧。小师弟的寿篮肯定要精心打造才行，断不可出现闪失。住手！你们在干什么？大师姐，你怎么啦？你的寿元怎么凭空消失了这么多？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你们不知道这卓峰是顾师弟的吗？师姐，那顾修已经签了契宗灵约，汉出宗门了，你还挂念着他做什么？一早就与你说过了，顾修早已经不是500年前的那个顾修了。自从回来以后，做了诸多恶行，甚至坏了我顿悟通天符箓的隐神仪式，这是毁我大道，是我绝不可饶恕的罪人。这时可以窥破天机，勘探过去的天气轮回镜。大师姐居然真的为了那顾修炼制了性命法宝。顾小师弟绝不是那样的人，我一定要为他证明清白。天机轮回镜开！这是顾师弟刚刚从福元禁地中返回出来的场景，为何我一人引起？他不是宗门的英雄吗？我当初顾修去往禁地的时候，我答应过他，等他回来，我会为他准备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极品丹药。但小师弟到来，很多丹药都给了小师弟，我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所以我以为大家都去了，我当时真的没想到你们竟然一个都没去。我也没有承诺给顾修的符箓，我们只是没有第一时间迎接他而已，这有什么？他难道连这点小事都要计较吗？再说了，我们当天晚上不是都去了吗？一起吃了饭呢，不也算是给他接风洗尘了吗？顾修回来了，通知各峰师姐，今晚给顾修接风洗尘，最低规格，随便聚一聚便可。这，我们好像孤立了顾修，怎么会这样？明明500年前我们那么好，为何他刚刚归来就发生了这种事？还什么都没做吧？这500年来，到底变的是谁？那又如何？他可是毁去了我的大道，这些事情又算得了什么？他不会自己忍耐吗？葫芦知道，一生只有一次隐神的机会，他凭什么出手干预？看到了吗？这才是这个小人真正的面貌。哼，都看到了吗？当年他自称自己道伤爆发，神志不清，才做下如此之举。可现在我们都瞧见了，他灵台清明，完全没有神志混乱的模样，分明就是故意为之。就是他肯定是嫉妒师姐的天纵之姿，所以故意毁坏。大师姐，你可要认清顾修啊，他就是一个纯纯正正的小人，不值得。强行隐身，秦师姐怎么这么冲动？强行隐身带来的反噬不是她可以承受的，更何况她强行隐身的是最为凶煞的姹紫符，神魂都要被彻底碾碎。不行，必须出手了！哼！
一代桃僵之法，谢！师姐，这差字诀的本事，就让我来替你扛。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十恶不赦的顾师弟。秦师妹，你化神修为都扛不住的神魂反噬，顾师弟修为被废却帮你扛下了，他到底要经历多少痛苦？你们究竟如何舍得？若不是顾师弟出手，你就死了呀！朝闻道，夕死可矣。夜神一事我渴求了500年，我何时让他救过我？我没错。不可理喻，你们真是不可理喻！不行，我必须要找到小师弟。难道我真的错了吗？风仙长，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这个听雨居小院是万宝楼赠送的，在云霄城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真是价值不菲。小何，你自己吃吧，我今日还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处理，以后不用特意等我。肚子饿了，你先吃就行。这怎么……不，谢谢仙长。一共8000份的符箓材料都在这儿了，我倒要看看修习了天书符箓的我全力施为会发生什么。我制服有这么大动静吗？竟然引发了万运朝拜！退！好强的功效！明明是1阶符箓，却堪比3阶符箓的效果。难道我制作的符箓全都是传说级的极品道符？青竹杆每10日可以使用1次，现在正好到了10日了。这是可以改变外貌和气息的3身面具。我记得这是江玄的机缘，此时竟然落在了我手中。不过来得正好。太强了，太强了！师傅实在是太强了，这制服的速度，我怕是此生都无法追上。哎呀，最强的还是稳！秦长老已经连续写符3日了，中途从未曾停下，未曾出错。哎，单单是这一份就足够我们望尘莫及了。你们这群废物，竟然还有脸在此赞叹我五师姐制服之能？难道你们这个时候不应该仔细反思己身？为何我五师姐要这般辛劳，连续3天制服吗？我还是因为你们这些废物制不出符吗？我清玄圣地向万宝楼兜售符箓，本就是宗门的大头收益，可别说兜售了，最近我们圣地符箓都无法自给自足了。万运朝拜又来，青雷符、火龙符、神行符，我全都写不出来。符道至尊果真恐怖如斯，引起的万运朝拜可让符箓师无法制服。这是真正的仙人，也不知这等仙人引神来的是何种天地道运。这拿字诀的凡事，就让我来替你扛。好了，小师妹，别说了，都散了吧。你们陆师叔的话虽然不好听，但也确实有些道理。回去好好反思，勤加练习。师姐，我怎么感觉你有点心不在焉呢？莫非那日大师姐的天机轮回镜让你想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啦？师姐，你可别忘了，顾修当初可是断了你的道，他是罪魁祸首。哎呀，这位道友，就是你说有大量符箓要卖，不知道友所谓的大量符箓是多少啊？8000。8000，不算很多，但也还算不错了。按照我万宝楼的明码标价，低阶符箓6枚灵石一张，道友意下如何？不如何。
10枚灵石。这不可能，我们万宝楼对外出售的1阶符箓也才10枚下品灵石，有的甚至只卖8枚。按照10枚的价格，我们不是白吆喝吗？除非道友的符箓是万中无一的道符，我……哇，道符，8000张都是道符。你再看看，极品道符，传说中的极品道符。这位道友啊，不，前辈，这边请，咱们2楼详谈。天策府叶红绫参见前辈。此人身上有顾小师弟的气息，他应该知道顾小师弟去了何处。你可曾见过一位白发修士？白发修士，前辈，您是说手持木棍，气息稳如泰山的炼气3层散修？详细说说。我与那位散修也只是一面之缘。先前我遭遇歹人追杀，逃进山洞，走投无路之下向他求救。可谁曾想，这位前辈实力非常强大，虽然只是炼气3层，越阶杀敌犹如饮水一般，无比轻松惬意。这个描述定然是顾小师弟了，唯有他才有如此天纵之姿。他果然恢复修炼了，能和我多说说他吗？其实我也不了解那位前辈，他似乎不愿与我有太多交谈，知我击退歹人后就离去了。想来那位前辈是那种习惯独来独往的修士吧。500年前，顾小师弟受宗门所有人的宠爱，所有人都是他无话不谈的好友、亲人。那时的他开朗又健谈，可自禁地归来的3年，所有人都在孤立他，而他慢慢地变成了一个习惯沉默、习惯安静的人。不过前辈，我倒是觉得那个散修前辈可能不是您要找的人。何出此言？晚辈斗胆猜测，前辈您要找的这位白发散修，一定是和你很亲近的人吧？是您的弟弟？是我的弟弟，比亲弟弟还要亲的弟弟啊。那就肯定不是您找的人了。那位道友的武器始终都是一根从路边捡来的破木棍，前辈身上宝物众多，若那位散修真是前辈您的弟弟，那武器必然不可能太差，何至于用一根木棍？所以呀，前辈您应当是找错人了。而且那位散修前辈虽说只有炼气3层，但剑法高明，气息沉稳，明显是一位资质高绝之人。这样的人物在任何宗门都会给出大量资源作为修炼，但那位道友灵石都没几块，修炼的功法品级也非常低下，所以啊，前辈和那位散修绝对没有任何关系。若是真是您弟弟，那您这当姐姐的得有多恶毒啊？你说是吧？你说是吧？前辈，你怎么不说话了？是了，500年前，清玄圣地还叫清玄门，只是一个普通的3流宗门。当时最高级的功法就是一本名叫清玄诀的玄品功法，但顾小师弟硬生生凭借这本玄品功法杀成了当时无敌的天骄，更是在福元禁地里为宗门夺取了无尽的福元。至此，清玄门跻身进入圣地行列，清玄诀也被替换成了天品功法。可顾修归来后，这本功夫全宗上下连看都不愿意给他看一眼，只因他是一个废人。一直以来都在追求把顾小师弟带回宗门，希望一切都能回到过去。这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顾修即便跟我回去了，真的能再回到500年前吗？前辈，你还好吗？要不和我说说你的弟弟吧。前辈你心地善良，你弟弟一定也是很好的人，才会值得你这般记挂吧。我弟弟的确是很好的人，但我算不上心地善良，而所谓的重情义，我根本不配。啊，前辈，你应该知道天机之道，欲之不详吧？我是一名天机师，全宗上下所有人都刻意与我拉开距离，避免沾染我身上的不祥气息。我被全宗门孤立了。那时的我
只有10岁，唯有我的师弟。我的弟弟愿意与我相谈，他是宗门的天骄，是整个师门最受宠爱的孩子。在他的努力之下，宗门慢慢的接纳了我。前辈的这位弟弟还真是极好。后来呢？后来他为了宗门独自一人前往一个凶险之地，一去就是500年。500年归来后，我的弟弟变成了10岁的我，甚至还不如我。而我负了他。师弟归来之后，遭遇到了很多事情，遇到了很多不公之事，遇到了很多的针对和欺辱。我一直对外严惩，我对此不知情。但我作为他师姐，我怎么可能真的不知道呢？对不起，对不起，师弟的是我，背叛师弟的也是我。遇到事情我只知道逃避，我还不止一次期望师弟可以多多忍耐，顾全大局。我其实才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我才是真正的恶人。哎呀，前辈您慢走啊！您的道符的效果真的太好了，只是半个时辰，7000张符箓就销售一空啊！哎呀，这里有您需要的10万份制符材料，以后只要是您的符箓，您出多少，我们万宝楼就收多少，而且价格绝对包您满意。道符比我想象的还要畅销，但这些灵石还是不够修炼，还需要想别的办法。哎呀，两位道友，听闻贵圣地的江巡小师叔都开始亲手制符了，那是不是说很快符箓产出就能重新稳定了？哼，那是当然，我们小师叔出手还能出问题不成？嘿，那我们的符箓你们万宝楼就别想了，我们得优先自己人，其他人都得稍后。至少短时间内肯定不可能给你们万宝楼什么符箓了。可是两位道友，我们万宝楼之前和你们清玄圣地合作就一直很愉快呀，无论是回收价格还是资源调配，一向都很好啊。就连贵宗的秦长老此前都亲口说过，至少每个月都会保证一定的符箓供应量的。现在我们万宝楼已经没有符箓卖了呀！2万张，我们只要2万张，可以吗？你们没有符箓卖，关我们什么事儿？想要符箓啊，那就等着。至于等多久，那就不知道。你要认清楚你们的地位，一个小小的商会，少跟我们圣地提要求。哼！这清玄圣地还真是从上到下都彻底烂透了。不过他们的所为，倒是给我添了不少的助力。先前只是小试一下身手，既然和清玄圣地对上，那自然要出全力。你清玄圣地2万张都拿不出来，那我一日制出8万张，我倒要看你如何应对。哇，3张符箓了！这才几天啊，小师叔竟然已经掌握了同时绘制3张符箓的手段，这天赋实在太强了！不光3张，你们看三师叔那游刃有余的样子，3张符箓不一定是极限的。清玄圣地符箓一到，怕是将要大兴啊！五师姐，你看到了吗？这可是3符同治，小师弟的天赋也太强了吧！我记得500年前顾修初次学习符箓之道时，也展现了极强的天赋。老提那废物做什么？师姐，你难道忘记了前2年顾修来你莫书峰的时候，您可是连他是你师弟都羞于提起的，甚至你还跟我说过，顾修不过废人一个，吃尽骨头才会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现在师姐，你该不会后悔了吧？我不后悔。2位师姐，幸不辱命。做得好，小师弟。方主，这段时间前来求符的人不少，特别是万宝楼那边，您看要不要拿出一部分符箓库存来安抚人心呢？告诉万宝楼，我们先匀出3000张符箓，给你们解燃眉之急。慢着，先不要给他们。万宝楼最近不是一直急缺符箓吗？那我们更应该奇货可居。师姐和小师弟的符箓质量绝对能吊打市面上的大多数符箓，所以我们这一次把符箓给他们，他们会嫌少。
等到下一次他们在登门拜访时，这3000张符箓足以收拢人心。不愧是师姐，这般懂人心。也好，反正万宝楼每日都会上门，让他们再等上一日又如何？师妹，还等吗？已经是第7日了，万宝楼还没有上门。等，就不信万宝楼还忍得住？他们最大的合作方就是我们，没有我们，他们哪里来的符箓可以卖？一定是在强撑。三位师叔，不好了！万宝楼已经重新找到了合作方，他们的符箓现在多到卖不完了。什么？这不可能！你在开什么玩笑？消息确定吗？确定。刚刚从云霄城传来的消息，云霄城的万宝楼已经卖了7天符箓了，每天都是人山人海，到现在都没有卖完。听说万宝楼每天至少能有8万张一件符箓的量啊！8万张？这怎么可能？难道是有圣地和万宝楼合作了？这个我未曾听闻，但确实这些天万宝楼每天至少都供应了8万张符箓，再多的弟子暂时也不清楚。早就听说商人逐利忘恩负义，果然没错。万宝楼这帮该死的小人，竟然敢背叛我们！把我们之前准备的3000张符箓给万宝楼送过去吧，让他们接收一下。这个先前弟子已经擅自做主，向万宝楼传递过这个信息了。他们说万宝楼现在符箓储备充足，既然清玄圣地缺少符箓的话，就暂时不需要了。这万宝楼真是好大的狗胆，竟然如此猖狂！师姐，我们必须敲打万宝楼。万宝楼不是每日8万张吗？这么大的供货量，质量一定奇差无比。只要我们拿出质量，碾压他们的符箓，兜售给万宝楼的死对头灵宝斋，那万宝楼你就完蛋了吗？你去我书房里把我亲自书写的符箓拿出来，给灵宝斋送过去。这次必须要让万宝楼知道，轻看我们圣地的下场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清玄圣地的优质符箓。抱歉，我们灵宝斋不收垃圾。垃圾？你说我们圣地秦长老的符箓都是垃圾？你真是好胆呐！这里的符箓都是地品，天品都只有寥寥几张，但最近云霄城里卖了，可都是极品道符。抱歉啊，你们呐真是垃圾。借由最近符箓卖出的灵石和资源，我的修为终于来到了炼气9层。想必清玄圣地现在也着急得紧。本来与万宝楼合作的符箓就是宗门最大的收入来源，如今这条线已经被我掐断，日子不好过吧？不过这与我何干？寻踪傀儡，出来！八师叔，你藏的可真好啊，竟然让我们追了这么久才追上。是啊，若不是我们一路追踪何长老的寻踪傀儡，还真完全找不到八师叔你呢。八师叔，我们是宗门派出来找你的，你快跟我们走吧。宗主和长老们想你的紧啊，是想我赶紧死吧？八师叔，你这话说的，你可是我们清玄圣地的英雄，活着的传奇，谁敢动你呢？是啊，师叔，宗主说了，以前的事情都查清楚了，是他冤枉你了。这次请你回去，就是要帮你洗刷耻辱。师姐们也很担心你的安危啊。关雪兰给我洗刷耻辱，师姐们担心我的安危，说是前世的我，恐怕还真就信了。只可惜我已不是从前的我了。既然如此，那就趁着城门还没有关闭，我们出发吧。师叔，我们在此地暂歇一下，弟子得传讯给宗门。哼，当着我的面不隔绝阵法，真把我当做一个废人了。对了，你们峰主徐婉清怎么不亲自来啊？
师叔你在说什么呢？特地挑这么一片漂亮山谷，不正是那个自称医者仁心、救苦救难、慈悲无比的徐婉清许封住的手笔吗？怎么了？给了你们这么长时间，隔绝阵法还没有布置完吗？师叔，今日你必死！若不点出真相，我二人还能与你自裁，留具全尸。现在倒是由不得你了。是吗？修龙剑，你修为恢复了！快，师弟，我们联手将此人斩杀！我们不可能！二人都是筑基境后期，你只是练气境，怎么可能一剑斩杀？都斩！顾修重回修炼之路了，清玄圣地，你们对顾修所做的种种，还有那些尸体宗主，你们应该很快就会被顾修送来给我陪葬吧？如此也算是无道不顾。我知道你看得见，徐婉清，我已签下气宗灵约，恩怨本该尽断，但你仍对我出手，那我此生必杀你。我没错，一个气宗的废物就该去死！天谴！我清玄圣地又遭天谴了！这是天要灭我清玄吗？宗主救命啊！如此雷剑因何而来？为何要针对徐婉清？而且为何我心中会觉得清玄圣地终究会毁在我的手中？师尊，发生了什么？难道是许师妹炼出了什么天地不容的丹药？三师姐不会出事吧？此雷丝天法不同寻常，即刻开启护宗大阵，集全宗之力相抗。顾修本就该死，为宗门而死是他的荣幸。大师姐说，原被顾修带走，若此事为真，他就该为宗门贡献而死，让福源回归宗门。若为假，一个苟延残喘的废人，死了也是对他的解脱。我为他立种，也是慈悲之心。凭什么我却招来了天谴？徒儿，快醒醒！宗木，哼！传下去，欲丹峰徐婉清为宗门炼制天品神丹，引动天地雷劫。我清玄圣地人性凝聚，天劫已被斩退。徐婉清炼制丹药已成，且有天地顿悟，即刻需要闭关。是，师尊。这一次是我们清玄圣地人心凝聚，让天威都心生胆怯，这就是人定胜天。虽然我用了极短的时间就从一个废人重新修炼到了炼气9层，但还远远不够，我需要变得更强。清主感又能使用了，看看这次会掉出什么来。屠营射杀盖世皇，独领残兵死不归，妙哉妙哉啊！哈哈哈哈哈哈！活物，这个猴子把我当作亲人了，还是说是亲主感带来的独特效果？这猴子还真是聪明伶俐啊，只是不知道有何用途。竟然还藏了2具傀儡，绝不能让他们和清泉宗建立联系，否则我就暴露了，必须瞬杀。
这是什么情况？傀儡本身是不具备灵智的，只会听从傀儡师的命令，怎么可能会被一巴掌打得瑟瑟发抖，不敢动弹？难道这个小猴子是传说中可破万法、可去阴灵的上古凶兽阴元骸气？他这是将他最喜好之物赠予自己。谢谢，这回真是捡到宝了呀！师尊，弟子的傀儡叛变了。叛变？那些傀儡是梦雨你亲手打造，怎么会有叛变之说？什么叫叛变了？顾修一个废人，你还追踪不到吗？师尊，刚刚弟子与傀儡的联系被强行斩断了。按照常理来说，弟子的牵丝术不可能被切断。或许有比弟子更高明的傀儡师出手吧。哎呀，你再试试啊！此事事关三师姐的天谴雷劫之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是啊，六师妹，你再试试吧。那我再试试吧，弟子。不好，六师姐神魂之伤复发了，师尊救我！清玄宗都是一群狼心狗肺的东西，都该死，我们都该死！尤其是你，陆金瑶！你出！本来我们打算邀请风道友成为我万宝楼供奉的，但如今形势危险，此事只能暂缓。万宝楼被四海帮盯上了，不过风道友不必担心，我们楼主已派高手前来支援，不日便会抵达。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强大的阵法来庇护万宝楼。风道友是否愿意帮忙？阵法之事我来处理。那就拜托风道友了。苏管事，虽然风道友来帮忙修复过一些阵法，但是四海帮出手，对方有金丹带队，一个练气期的阵法师来布阵，您没在开玩笑吧？当然没开玩笑，风道友的阵法天赋，你只是从未见识过。无妨，反正我已经请了清玄圣地的弟子来帮我们构建阵法。苏管事，阵法已经布置完成了，那就先告辞了。风道友，这几个玄阶功法您快拿上，多谢您的出手。苏管事，听闻你们万宝楼需要人布置阵法，我二人特地前来帮你们布置阵法。原来万宝楼竟提前找了他人制作阵法，看来苏管事是觉得我清玄圣地的阵法造诣不行啊。苏管事看不上我们清玄圣地的符箓，现在连我们阵法也看不上了，莫不是想要中断跟我们清玄圣地的合作？哼，我倒是要看看，在苏管事心中比我清玄圣地还要厉害的阵法会是什么阵？玄阳困阵，这不是我们清玄圣地用了500多年的阵法吗？你们这阵是谁帮你们布的？风不归不是散修吗？怎么和清玄圣地扯上关系了？我怀疑此人应当是偷盗了我们清玄圣地的阵法秘典。此人在哪儿？速速让他来此配合我们调查。竟敢偷学我们清玄圣地的阵法，好大的胆子！虽说只是一个500年前的阵法，但也是我清玄圣地的不传之秘，此事必须严惩。两位确定此阵是玄阳困阵？哼，当然确定，此阵走势和我清玄圣地的玄阳困阵一模一样，难道我们还能看错不成？这可是自500年前就被我清玄所获的不传之秘。莫非这风不归真的是偷学之人啊？那接下来怎么办？要交出风不归吗？两位道友的口气还真大呢。两位说这玄阳困阵是500年前贵宗所获，但似乎没说此阵
是你们所创吧？若我没记错，玄阳困阵早在1000年前便已经在中州流传，如今也一样被中州不少宗门家族使用。而且贵宗的这阵法，还是当年贵宗的那位顾天骄从中州带来的。不知什么时候，这中州的阵法变成你们清玄圣地独有阵法了。苏管事，你在说些什么呢？我们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两位莫非没看过《天骄录》？此书记载了中州出现的500年间的天骄，也包含了贵宗的顾天骄。这般看来，玄阳困阵还真不是清玄圣地的独门阵法，而是500年前清玄门天骄顾仙长为清玄赢回来的。中州早就有了。哎呀，顾仙长之姿令人神往，镇压当时的天骄谪仙，这个名号果然名不虚传。此事确实是我们一时忘了，但即便此阵不是我清玄圣地的不传之秘，你们请来的阵法师也确实太糟糕了。这玄阳困阵是给刚刚入门的弟子学的，太落后了。就是，不过也能理解，对于我们清玄圣地来说，这是垃圾；但对于一些小散修宗门来说，这玄阳困阵倒也算精妙。万宝楼被人拿个几百年就烂大街的破阵被骗，也算是正常的。两位清玄道友，不知道我们这阵法可挡住什么实力的强者？按常理来说，此阵若是舍得用材料，布阵之人手法娴熟的话，困住筑基大圆满甚至金丹强者也不难。不过那也只是对于完全不懂阵法的普通散修来说，但凡对阵法一道有所了解的修士，这种老古董的阵法随便什么人都能轻易破除，形同虚设。看在我们清玄圣地和万宝楼合作多年的份上，我今日便让你们看看此阵该如何破吧。这布阵之人太自作聪明了，竟然擅作主张将阵法中的几处关键阵眼都进行了改变，简直愚不可及。乍一看，他似乎看出此处是阵法薄弱处，动手对其改良，但实则却让此阵露出了最大的破绽。看见前卫了吗？此处便是这阵法破绽，一击之下，此阵将会瞬间被破，再无机会。怎么回事？为何大阵没有破碎，反而是朝着我压缩过来？糟糕，那是陷阱！快破阵，不能耽误，否则一旦再次收缩，你将会被此阵压碎。救命！快救我！我要被这阵法困死了！我来助你。这到底是哪门子玄阳困阵？我就不信了！这再这么下去要出人命啊！不能让圣地的弟子死在这里！快启动阵柱，放他们出来！我的灵气被抽干了。丹药，快给我们丹药！出气也打不开了。这阵法竟然如此凶猛！我记得那位风不归好像布置了3个阵法吧？现在启动的好像只有第1种困阵吧？后面的杀阵、幻阵都没有启动啊！炼气9层修为，竟在阵法造诣上如此高强，这样的大阵，莫说金丹了，元婴境恐怕也凶多吉少。我说过，风不归就是我们万宝楼最大的基眼。你说什么？灵宝斋看不上我们的符箓？你确定我们堂堂清玄圣地的符箓，竟然还有一天会被人嫌弃？峰主，最近云霄城那边古怪的万宝楼和灵宝斋2家已经没有竞争了，每天都拿出上万的道符。开什么玩笑？道符岂是这么容易就能拿出来的？
弟子所言句句属实，这就是万宝楼如今售卖的符箓。这是极品道符，每一个细节，每一处神韵，都与天地道韵一模一样，并非徒有其形，而是真正的大道符文。这符当真是万宝楼售卖的符箓，这样一张也是举世罕见，他们竟然还拿出来卖。啊，不过就是张道符嘛，虽然罕见，但也不至于如此吧？封主，万宝楼和灵宝斋每日售卖的几万张符箓都是这样的。什么？我穷尽一生都做不出的一张符箓，他们每日都可以拿出几万张来卖，开什么玩笑？大师姐回来了。师姐，你怎么了？怎么寿元流失的这么严重？大师姐这是怎么了？而且，为何感觉她的生命精华在不断流逝？逆徒，你可知罪？弟子知罪。说说，你有何罪？弟子犯了怯懦之罪，还有不自量力之罪。你在说什么？弟子性子怯懦，在顾师弟失势之时，未曾帮他，这是罪。弟子在后悔往昔之时，却一厢情愿地认为弟子能挽回一切，结果不过只是不自量力，这亦是罪。逆徒，本尊问的是这个吗？你竟然到如今还在为那气宗的顾修说话，犯了天了，犯了天了！逆徒，你做了什么？你的寿元呢？弟子归来的路上，天机卜卦过多，寿元已至尽头，这是弟子的命数。哼，本尊问你，福缘之说是真是假？假的，都是假的。本尊就说，这世上哪有什么所谓的福缘，不过只是一些能力不足之人安慰自己的说辞罢了。即便有，和那个废物顾修气宗又有何干？那顾修呢？你此次可寻到他的踪迹？天庭山脉太过凶险，顾师弟修为尽废，藏身于妖兽口中。太好了，这种废物终于死了，真是应该普天同庆的大好事。一会儿啊，我就回我的御兽峰，好好庆祝一下。死吧！虽然顾修无情无义，叛出宗门，但我清玄圣地不可无义。传令，今日起，清玄圣地禁宴3日，以示哀悼。这是天谴，清玄圣地的福缘真的已经尽数散去，天要灭清玄圣地啊！大师姐，你回来了。许师妹，你为何要杀顾修？师姐，你在说什么呀？顾修不是葬身在妖兽口中了吗？与我有什么干系？修婉清，你莫不是真的以为你所做之事天衣无缝，宗门无人闻讯，你就以为此事真的无人知晓？是，我确实想要杀死顾修，我是为了宗门。他携宗门福缘而去，我清玄圣地昌盛500年，岂能被他一人拖垮？哼，一介废人，死去然后归还福缘，才是他应有的归宿。师妹，你还记得六师妹当时一半神魂入魔，大骂我们师姐妹的话吗？大师姐，六师妹那半魂彻底疯癫，所说之话，她说你菩萨外表，内心阴毒，却自诩圣人心，令人恶心。如今想来，当初六师妹骂的真对啊！大师姐，原来你也在这儿啊！快，把三师姐也叫上，去我的灵兽峰。啊，顾修这个祸害终于死了，这可是值得普宗同庆的大好事啊！此时不摆宴席，更待何时？大师姐，
你最精通天机之道，你快算算顾修是不是形神俱灭，千万别让他入轮回，否则迟早也是个祸害。他还有师生留下吗？要不告诉我在哪儿，我去挖出来，请六师姐帮我炼成傀儡。你打我！这一场打的是你不敬师尊，师尊今日刚刚下令禁宴3日，你公然违抗师命，我打你，你服不服？再赏嘴！这一场打你不遵师长，为大师姐，你对我不敬，便是该罚，你服不服？再赏嘴！这一场打你心肠歹毒，如同魔宗，服不服？再张嘴！这一掌让你心生怨念，记恨他人，你服不服？再张嘴！这一掌打你不勤加修炼，玩物丧志，你服不服？师妹错了，师姐教训的对，我再也不敢了。我是宗门小师妹，从小到大都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何时受过这种委屈？聂朝夕，你这一场是为你心生怨恨，你服是不服？无字天书除了能够赐予我至尊骨、温养道伤外，还有一个极为逆天的能力，那就是将功法书写在其中，不仅能够提升品阶，还能够融合功法。如今我手中有数本苏如妹送来的地品功法，如今正是创造天品功法、突破筑基的好时机。天门现世，道可正仙，有大能修士创出了新的天品功法，有至尊出世了！快来人！天门的方向是云霄城，去云霄城中调查，也许有新的圣地要出世了。天品功法又如何？我仰慕的那位顾修剑仙，以一本玄品功法杀出了一条仙骨之路，这才是真正的天骄。功法只是点缀，哪怕没有功法，一样能够以凡人之躯正得大道。楼主所言极是。始终金影，道生联合。这是完美炼器，传说中的不灭道台。不灭道台？这是什么？好生玄妙，竟然还透露着仙的气息。寻常的修士道台可能也不过米粒大小，哪怕是天赋绝佳之人，也不过巴掌大小，能有寻常蒲团大小，便已经可称一尊天骄了。而我的道台，初始便有巫蛇大小。当年我的丹田气海被毁，虽与连天的大战和道伤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根基不足，道台不稳。可如今，我以不灭道台成功筑基，这世上哪怕是仙人，也无法再毁灭这方道台。秦墨然来了。万宝楼万小贝见过秦仙子。万楼主，我既然来此，那你就应该知道，我今日不是你顾左右而言他就能打发了去的。前辈说笑了，前辈有事相询，晚辈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断不会有打发之说。我且问你，和你万宝楼合作的势力是何方来历？你不要说你万宝楼每日的几万张极品道符都是一个符师供应的这种蠢话。墨寒楼有多少人？墨寒楼？您的意思是和我万宝楼合作的是一张符箓可灭一个世家，一滴墨斩一个大宗，镇压一个时代无法喘息丝毫的墨寒楼？看他的样子是真不知情。难道和万宝楼合作的神秘势力不是墨寒楼，而是其他的圣地？难道真的有圣地在针对我清玄圣地？
万楼主，你当真要糊弄我？前辈，您真的冤枉我了。那势力从未跟我联系过，和我万宝楼合作也一直是单线联系。他们是何来历，我们万宝楼是真不知道啊。况且说个猫大不韪的话，即使是真的知道，晚辈也不可能说出来的。什么意思？本尊亲至都不能说？前辈息怒，晚辈绝无冲撞前辈的意思，更没有冒犯清玄圣地的意思。万宝楼向来注重顾客与合作方的隐私，绝对不会透露给其他人。前辈是饱读圣贤书的仙子，是讲道理的。之前还曾夸赞过我万宝楼守规矩，此事莫说我们万宝楼本身不清楚，即使是清楚，也不会告知。这一点还请前辈见谅。毕竟规矩若是坏了，我万宝楼也不可能屹立这么多年。既然万宝楼守规矩，那我尊重贵楼。钱仙子，请等一下。何事？我仰慕钱仙子的师弟已久，虽然从未见过，但神往许久，所以手书了几首诗，希望钱仙子能够代劳。我会亲手交给我小师弟江巡的。谢谢钱仙。不是，这江巡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钱仙子，你的师弟不是清玄剑仙顾修仙尊吗？这封信是给顾修的。当然啊，顾修仙尊青山白剑，为清玄圣地战天斗地，风华绝代的人物，除了他还能有谁呀？秦仙子，你看这个，我还曾去过秦仙子你和顾仙尊一起待过的青山城，从城里的春风石上拓印下来的诗：从今定把春风笑，且作人间长寿仙。哇，这一句诗据说是顾修仙尊和秦仙子你们一起留下的。仅仅只是观看此诗，我便仿佛能看到那位逍遥自在洒脱无拘的顾修仙尊。秦仙子，如今的顾修仙尊一定已成了那诗中的长寿仙了吧？师尊，您终于出来了，怎么样了？万宝楼那边谈妥了吗？知道莫寒楼的消息了吗？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去办救兵，把莫寒楼一网打尽？你拜我为师多久了？如今已有30年。30年了，时间可真快。30年前你出来莫书峰的时候，谨小慎微，谨言慎行。如今不过30年时间，你竟然已经大变样了。师尊恕罪，弟子又僭越了。无妨，3年时间，可让一个乐观爱笑之人丢了那春风笑颜，变得沉默寡言。更何况30年的改变呢？师尊，这……当年那个春风长伴，笑口常开的豁达师弟，那个约定好要当人间长寿仙，要自在无拘的师弟，上一次笑是什么时候了？自金帝归来后，他被那般对待，我都做了什么？冷眼旁观，落井下石，甚至眼看着莫书峰上的弟子欺辱顾修，都装作视而不见。我都做了什么？师尊，弟子有事想要禀报。方才弟子在城中看到了一个人，很是眼熟，他身上的气质和师傅您很像。弟子远远查看了一番，发现那人是您的老师。此话当真？他在哪儿？我的师傅是清玄圣地的大成至尊关雪兰，但我还有一个老师带领我辅导入门，但那位老师已经消失很久很久了，我苦寻上百年也无果。我一度以为这位老师已经亡故了。这个弟子不知，只是当时看到他朝着城南的方向去了。自从上次垂钓到黑猴骸气后，现在亲主感可以再次用出了。去。这是清玄宗的宗门玉牌，怎么把这东西给调过来了？
这个方向是清玄圣地。天门现世，天门现世！这是我清玄圣地的荣耀，完美金丹，真真正正的完美金丹。清玄有小师叔在，必然大幸。太好了！先前云霄城的天地印象一直如鲠在喉，压在我心间。如今我清玄圣地也有异象诞生，算是扬眉吐气了。哪怕是那些绝世天骄，在小师弟面前也不过尔尔。接下来的小师弟必然会在这片天地为我清玄圣地扬名，带来无数佳话。师尊，如今小师弟已经结丹，你要传给小师弟宗主玉牌了吧？本尊正要说此事，尔等通知下去，召集全宗弟子、长老和我清玄圣地交好势力。3日后，我清玄圣地将为江巡举行册立大典。宗主，若是大肆宣扬册立大典，那顾修气宗已死之事，恐怕很快便会传遍。那个废物都已经死了，我觉得没什么好隐瞒的，直说他死了便是。这样一来，顾修以前那些仇敌肯定也不会再盯着我们清玄圣地不放了。不可，顾修已死，必然会有人问及他如何死的。到时候若是有人知道顾修气宗离去，最终死在外面，对我们清玄圣地的名望来说，终究会造成影响。他气宗离开是他自己决定的，关我们屁事啊！小师妹，不用多的，就是我们清玄圣地的英雄，晚年却被逼气宗离去，并且我清玄圣地不关照保护，反而任凭其死去。这样的话一旦出现，对我清玄圣地的声誉将会造成极大影响。呸！还拿500年前的陈词滥调说事，好像我们清玄圣地若是没有他就崛起不了了一样。有点脑子的都知道，这不可能。师尊，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先让江巡闯出名声，将顾修当年的风头盖过去，最好将顾修的痕迹抹除。500年时间，足够让旧人被遗忘，换上新人重登绝巅。那也太委屈小师弟了，他都已经金丹了，难道还不能给他宗主玉牌吗？给是肯定要给，小师弟外出历练，宗主玉牌可作为保命法宝，必须要给。我的意思只是暂时不用大张旗鼓。本来以为墨染不在，我宗门智囊少了一位，如今看来晚清你之志不在墨染之下，如此也好，也算是对江巡的一种考验。想必他接下来必然不会辜负宗门众望。我宗主玉牌呢？怎么不见了？小师弟，师父刚才说了，要传你宗主玉牌了，你今后可就是我们清玄圣地钦点的未来掌教了。我资历尚浅，师姐们比我更合适。也好，赐下宗主玉牌之事，暂且再缓缓。这女人变卦了。师尊顾虑妥当，宗主玉牌关系体大，弟子虽然境界突破，但功绩不足，难以服众。弟子接下来将会努力为宗门积累功勋，让宗主玉牌实至名归。师父，你看看江师弟，整个清玄圣地除了江师弟，还有谁有资格继承宗门？这般考验没必要啊。本尊自有考量。怎么回事？宗主玉牌，我明明就放在储物戒指之中，为何会突然消失？是空间不稳导致的丢失，还是有大能出手直接取走了此物？这东西怎么会回到我的手中？这是清玄的传承之物，妙用无穷，但仅限于清玄之人方可使用。对我而言，此物极为无用，该如何将此物摧毁？不，关雪良正在召唤此物，他很可能反向定位到我的位置，必须将玉牌摧毁了。宗主玉牌竟然主动斩断了和关雪良的联系。你希望我重新成为你的主人？你这玉牌竟是有灵。我已签订了七宗灵约，和清玄圣地再无瓜葛，更不再是清玄圣地弟子。你若有灵，便不该牵扯于我。我话已说尽，若你继续纠缠不休，我会尝试将你毁去。
宗主玉牌竟要自毁？不对，不是自毁，而是破后而立。这是七宗灵约，清玄圣地的宗门传承之物，代表着宗门之位身份象征的宗主玉牌，竟然在诞生灵智后，在我的面前写七宗灵约，清玄圣地的宗门传承之物叛宗了，七宗灵约成立了。对了，这块宗主玉牌比身为清玄圣地宗主的关雪兰还要正统，甚至不需要经过关雪兰的同意，就能直接通过七宗灵约。这就相当于清玄圣地开宗立派的祖师爷在死后数千年接受了无数香火供奉后，突然有一天从棺材里跳出来，然后叛出宗门了一样离谱。怎么回事？我清玄圣地的宗门玉牌，我身为清玄之主，竟然无法构筑联系，甚至难以探究其去向，就好像清玄背叛了我一样。但是这怎么可能？一定有其他至尊藏在暗处谋算我。哼，不过魑魅魍魉而已，藏头露尾，见不得光。真当本尊怕你们这？真有？本尊只有这样的手段吗？给我破！快看，江巡小师叔又引来了天地异象，这些金字难道是大道之文？这不对啊，这不是气宗灵约吗？怎么会在天穹之上？哎，我清玄圣地如日中天，正是辉煌之时，竟然有人想不开气宗，这是什么傻子啊？不对，寻常气宗灵约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大的威势？难道是宗主气宗了吗？要不然何至于如此动静？这七宗灵约上有宗主玉牌的气息，宗主玉牌竟然叛变了，奇耻大辱，真是奇耻大辱！这篇气宗灵约是给尔等看，不修气宗离开是他自行选择，但念在其毕竟是我清玄圣地故人，念在其往昔情谊，为避免他遭到仇敌追杀，暂时不可对外宣扬此事。尔等明白了吗？宗主心地善良，弟子等谨记在心。顾秀无情无义背叛宗门，但宗门却依旧念及往昔情谊，有情有义啊！宗主宽厚，宅心仁厚。啊，这不是我清玄圣地的护宗大阵吗？怎么好端端的自己启动了？而且，为什么有一种被锁定了的感觉啊？护宗大阵针对的难道是我们？破！所有长老听令，去统计损失。禀报宗主，此次护宗大阵失控，我们清玄圣地弟子死亡683人，执事长老死亡39人，其中受伤人数超过5000。除了人员伤亡之外，之前护宗大阵还斩了宗门的藏书楼，其中大量藏书被毁。虽说大多都是1500年前收录的普通阵法和法诀，但其中也有不少珍贵的孤本，已经尽数被毁。奇耻大辱，真是奇耻大辱！逍遥佩竟然可挡元婴，堪称神器，只不过好端端的清玄传承至宝，怎么就莫名其妙改头换面跑我这里来了，甚至不惜粉碎自身。既然不明白你为何如此，但既然你以气宗彻底斩断了前尘过去，那接下来你便跟着我吧。终于找过来了吗？终于找到了。天地道运的源头，就是这居所中的人引发的万运朝拜。就算里面的是一尊符道至尊，我也必须进去闯闯。我没有时间了。一旦那顾修发现我未履行当年之约，我将在劫难逃。拼了！老师，老师，真的是你，找你找的好苦啊，还以为你已经遭遇不测。老师，这些年你去哪儿了？为何不去清玄看看墨染？够了！这个虚伪歹毒的贱人，
你都已经找到我了，还想要继续伪装吗？顾修呢？他在哪儿？顾修，老师您……你还要装吗？你来找我，必然是想要让我完成当年和顾修的约定。别假惺惺的叫什么老师了，你这样让我感到恶心。你为的无非就是我的逆字符罢了。老师，你到底在说什么？我是墨染啊，是你最得意的门生，是你之前称赞过辨是非、通明理、得你真传的学生啊。我说了，你别叫我老师。是，我是和顾修有约定，我的命是欠他的，我的密字符也是他让我帮你代为保管的。这些东西我阴文书不会否定，但你秦墨染，你这惺惺作态虚伪的样子，难道你自己不觉得恶心吗？你还要装？秦墨染，我以前觉得你性格虽然有些迂腐，但也算是通晓圣贤书，本心不至于太坏。可如今看来，哼，你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明明知道了，还装作一无所知。顾修呢？不是顾修叫你来寻我的吗？顾修只说，学生找到老师，自然知道真相。我就知道，哪怕是500年过去，顾修也不可能放过我。他让你来，是想要看我是否愿意承认当年之约，更是想要让我这个老师在自己得意门生面前丢尽颜面吧。也罢，既然能做，又为何害怕别人知道呢？更何况我这老脸500年前就已经丢尽了。当年顾修学习符箓一道，总喜欢看最后几页，是因为想要了解隐神的反噬，意图学会李代桃僵之法，替人承受反噬。此事你可知晓？知道。这是我特意告诉他的。什么？所有符箓师终其一生总会遇到隐身之难，我也一样遇到了隐身之难。当初在教你的时候，我已经遇到，而且想到了强行隐身。可这和顾修有什么关系？有，而且关系很大。顾修当初尚且年弱，但在知道我的隐身之难后，就询问过我，你将来是否也会有这样的困难？在我告知了他强行隐身之事后，他便问我，既然有强行隐身，那有没有什么李代桃僵的办法，帮助你承受强行隐身的后果，让你隐身成功？你有一个好师弟啊，他不光愿意帮助你承受那隐身失败的后果，甚至为了避免一切风险，还和我做了约定。你们约定的是什么？还有什么？我强行隐身，他用李代桃僵的手段承受隐身的后果，但也约定，我若2次隐身，就将那个隐身送给你。所以你的密字符就是强行隐身来的，顾修替你承受了隐身后果，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我当时想的是朝闻道，夕可死。我太想要隐身了，我太想要进入7阶符师的领域看看。当时的我想的是，哪怕只是踏入那个领域1年、1个月，甚至1天，哪怕代价是立刻去死，我也愿意。你也是符师，你难道不知道那种感受吗？难怪顾修的神魂孱弱无比，难怪顾修几乎无法学习使用神魂之术。强行隐神的反噬，只要承受1次，就会在神魂上留下不可磨灭的伤痕。何况顾修承受了2次，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尹文书，我从小到大一直视你为敬仰之人，
我一直以为你是那圣贤书中活着的圣贤，但我万万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如此小人。顾修那时才多大，你就一心想着利用他了？你算什么东西？有脸说我？我承认我失约顾修，但你算什么？顾修为的是你，你却有脸来追我，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秦墨然，你别惺惺作态装好人。知道顾修为你付出，你首先想到的是指责我，却不是懊恼后悔骂自己。你知道这叫什么吗？我……不过既然你送上门了，就再替我挡一劫吧。副帮主，仙药地云崖的气味就在这个女人身上，怎么办？要送吗？搜个屁！这是清玄圣地的封主，圣地你惹得起吗？别吵了，地云崖是仙药，仙药这东西向来是有缘者得之。我们四海帮为了清泉圣地保存了多年的仙药，如今机缘到了，送给了秦仙子，也算是我们四海帮和清泉圣地结下一桩善缘。都听懂了吧？哦，我明白了，副帮主，我现在就安排人把此事告知天下，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四海帮送了清玄圣地一株仙药，甚至还救了清玄圣地的一位封主。就算药取不回来，那咱们也算是和清玄圣地绑定了呀。哦，原来如此，副帮主高见。关至尊亲临。我弟子呢？关至尊，我们四海帮全力施救秦仙子，已用九龙针续住生机，还有半株天品药材温养身体。秦仙子的身体已经无碍，但不知为何至今还没有苏醒。虽然你们四海帮办事有力，本尊便不追究你们失职之罪。罪？关至尊，这次我们四海帮不仅全力施为，而且还耗费了无数的财宝啊！哼，那又如何？不是你们这些蝼蚁应该做的吗？清玄圣地，欺人太甚！身上的伤势已经尽数治疗完成，神魂却不愿醒来，看上去像是在逃避什么。不过无妨，既然你作茧自缚，自困梦中，那便让我看一看你在梦些什么。我知道的，我一开始就知道的。我对不起读的那些圣贤书，我对不起顾修，我对不起师门。我从来都不是什么君子，我是一个伪君子，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我是罪人，是天大的罪人。秦墨然，你该死啊！不，我没有错。我从小饱读诗书，从小看的圣贤书长大，我通晓一切道理，明辨一切是非。我是清玄圣地的智囊，是整个清玄圣地最聪明的人，我不可能有错。错的是顾修，错的是他。哼，我这徒儿竟因为那一个废人而陷入变心之境，如此孱弱的道心，日后何以正得至尊？也罢，这一次，本尊就助你斩除心魔。秦墨然，你就是个衣冠禽兽，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你该死，你该死，你该死！终有一天，你会为今日的选择悔恨终生。风道友，你知道落雨谷吗？落雨谷30年可进入一次，但只有金丹以下修士可以进入，其中不乏各类珍稀材料。说来不怕风道友笑话，虽然我们万宝楼如今已经进去过3次了，可至今一直没什么太大收获。落雨谷中阵法禁制极强，正好风道友你的实力刚好在金丹以下，如今更是我万宝楼供奉，还精通阵法一道。
所以风道友可有意愿？落雨谷，我曾在未来1万年的记忆中见过，这落雨谷中藏匿着至尊纪元。好，我与你们同去。那风道友随我一道，我们现在就出发。楼主，您身份尊贵，那落雨谷虽说伤亡出现的不多，但毕竟是一处秘境，若是发生意外，属下等人难辞其咎啊！是呀，楼主，您万万不可以身犯险呐！哎呀，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我就去历练历练。你们怎么又变卦了？那落雨谷都被探寻这么多年了，还能有什么危险？就算真有危险，那我也是正儿八经的筑基大圆满高手，一堆的护身法宝呢。放心吧，绝对不会有问题的。更何况风供奉不是还在吗？楼主，清玄圣地的仙长到了，但他们不愿登船，他们嫌非洲太小，想让我们换5000人的非洲。他们来了多少人？竟然要这么大的非洲？300人。他们说这次清玄圣地打算改一改落雨谷的规矩。300人，那这艘非洲也够了。算了，听他们的，换。万宝楼的，你们记住了，这上面的顶仓区域现在开始是我们清玄圣地的休息之地，闲杂人等就不要上来了。认清楚你们的位置，你们只是船夫而已。若是我们休息不好，到时候唯你们是问。可以提醒你们一句，你们这次去的30多号人就不要惦记落雨谷之事了，只需全力侍奉好我们就行。欺人太甚！武宗3族固定名额的规矩，从今天开始便废除了吧？500年的规矩是你说废就能废除的？就是，当初这个分配方案还是你们清玄提出来的，现在说这个是何意啊？诸位，我们是修士，修士必争，安稳分配久为大道。我们可以设下挑战，反正落雨谷想要完全开启，还需要略阵的前辈们合力，大概需要3日时间。我们可以利用这3日时间重新确定各宗各族的进入资格，就用最简单的方法，守擂。我们就按10个名额1个人头来算，各宗各族各自派出3人出来，选出1人负责守擂，其他人上前挑战。无论是擂主还是挑战者，只需获胜1场就可以获得对方代表的10个名额，而获胜者可以继续守擂，直到失败换人。各位意下如何？好，就这么办。我有一个好提议，100余年前我们曾把多余的10个名额让给了万宝楼，正好这多出1个名额，想来给谁大家都不会服，所以这个额外名额就让给万宝楼，让他们第1轮守擂。各位意下如何？清玄圣地好生歹毒，万宝楼擅长的是上古之道，根本无法和这些大宗大派的天骄对抗。难道这次我万宝楼只能空手而归了吗？风供奉，你的实力能和同为筑基期的天骄交手吗？你说的天骄就是这些人？我只是好奇问问，没有冒犯的意思。这些毕竟是宗门大族精心栽培的天骄，和寻常散修区别很大，所以风供奉你打不过也是正。金丹以下一剑足矣。万宝楼真的派人上台了，此人是谁啊？哼，我还以为是什么呢，一个小小的筑基初期，真是吓死人了。你们万宝楼没人了吗？还这么一个筑基初期的来？可以开始了吗？既然你迫不及待找死，那我自然不会介意。你现在随时可以出手，我会让你感受到真真正正的下一个，谁来？怎么回事？牛喜芳为何会输了？他不是筑基巅峰吗？你们看清楚了吗？这个筑基初期的小修士怎么做到的？没看清，这一剑太快了，而且还避开了心脉，重伤但不致死，分寸拿捏得极好。天哪，
这怎么可能？下一个，我来。刚刚台上的牛喜方实力极强，虽然不知这小子是如何出手的，但只要我谨慎提防，总会找到破。下一个，下一个，没人了吗？想不到万宝楼有你这样的高手，倒是出乎预料。不过遇到我，算是你不幸，因为接下来我会动用得自我们清玄圣地第一天骄江玄小师叔指点的最强剑术落英剑。可以开始了吗？哼，万宝楼竟然有这么狂的人，倒是出乎意料啊。这就是落英剑吗？好强的剑法！此剑虚则实指，实则虚指，难以分辨，难以琢磨。若是面对此剑，我甚至不知道该如何躲避啊！想不到边一飞竟然学会了如此强大的剑招，若是今天碰上，猝不及防之下，此剑法一出，谁是他的对手？哼，开始！呀！江玄小师叔的剑法果然强大无比。这一剑太一般了。九剑灭了9个天骄，此人是谁？为何从未听过？天品道剑，二师姐，你竟然锻造出了天品道剑！为了小师弟，我自然要竭尽全力。江师弟，速速接剑，滴血认主。小师弟，可还满意？满意，非常满意。二师姐，谢谢你。你给这柄剑取个名字吧。此剑是二师姐你倾注心血之物，也是师门倾尽资源打造，便叫不负，寓意我将来必不负所托，必不负对我寄予厚望的诸位师姐和师尊。啊，我的剑呢？恭喜小师弟，贺喜小师弟，不负之名，此剑应该甚是喜欢。如今剑入苍穹，不过是因为其太过开心，这也意味着此剑或许要不了多久便将诞生气灵了。甚至若是运气好的话，此剑或许会在今日建成之日即刻生灵。若是今日那不负剑能生灵的话，那我清玄该当好好的为江巡庆祝一番。师傅，这都已经板上钉钉的事了，弟子现在就去安排，让人准备大宴。是啊，那不负剑能仅仅因为一个名字就飞入九霄，这说明此剑已经具备一定灵智，哪怕今日不能完成生灵，但也已证明此剑不凡。也好，那便通知下去，今日全宗大摆宴席。这段时间出的事不少，难得有件好消息，也确实应当好好庆祝庆祝。哎，咱们清玄圣地已经3年没有摆过大宴了，我好怀念啊！都怪顾秀，要死怎么不早死3年，直接死在禁地里不是更好？窝窝囊囊的回来，还得顾虑他的脸面，害得我们3年不能摆大宴。现在好了，就连死了，我们还得给他遮丑，不能对外宣扬，简直可恶！好了，今天这个大好日子，就别提这么晦气的名字了。对，恭喜啊，小师弟，这可是天品道剑，你才是咱们清玄圣地的剑仙。谢谢师姐。那个小师弟的剑怎么还没回来？应该是他过期动，再等等便是。小六，你就是咋咋呼呼！我亲手锻造的道剑，小师弟滴血认主赐名的东西，难道你以为能飞不见了不成？我的剑呢？怎么还没回来？各位师姐，不负剑是不是飞走的有点太久了？
这把剑看样子很是顽劣，等着不复剑的剑灵彻底成型的时候，小师弟，你还是应当教训教训才是。确实有些叛逆了，竟然脱离主人独行了2个时辰。别怕，小师弟，到时候我传你几招控气之术。这道剑有灵，确实过分顽劣，到时候用控气之术惩戒一二，将来就会懂事了。各位师叔，大宴已经准备，是否现在开宴？剑呢？我的不复剑呢？跑哪去了？这是天品道剑，为什么会突然穿过天穹，突破我布下的阵法，来到我身前？我还以为是自己遇到了敌袭呢，这是谁的剑？这是清泉上帝启明峰峰主尉迟春雷的标记，此剑是他铸造的，可为什么会跑到我这儿来？看上去似乎只是带上了些许灵智，不知为何会被我吸引，所以跑来此处，希望认我为主。不负，剑名不负，不负谁？负或不负，于我而言亦是云烟。你是清玄之物，身具清玄因果，我与清玄已断去一切因果，你来找我终究只是方锐冤造，请回吧。更何况你如今已经滴血认主，即使你自己愿意，但一剑无二主，我不可能再当你的主人。你说什么？若是你的主人死了，我能不能当你的主人？怎么还没回来？二师姐，认主之物为何会如此啊？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啊。这个，按照常理来说，滴血认主便是彻底认主，绝无逃脱之说。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这把剑的名字不错，必然不负小师弟。哼，这破剑让我们等这么久。小师弟，待会儿此剑回来要好好收拾收拾，打磨打磨。回来就好，接下来准备开宴吧。小师弟，不负剑已经归来，还不快快将其收回？天品道剑，那尉迟春雷虽然憨傻，但断气确实是一绝。也不知顾修那废物现在手上拿的是什么武器？树枝、木棍？小心师弟，这剑想要施主！这剑好大的胆子！别着急，大家千万别着急，更加不能插手。这不是施主，而是小师弟天大的机缘。神兵认主其实向来都是双向的，是人选气，同时也是气选人。越是强大的神兵，就越是要求更高。寻常人哪怕是滴血认主，但面对一些强大神兵的时候，却依旧难以让神兵屈服。所以，神兵同样会对其主人进行考验。原来如此，那师父师姐们，接下来你们看弟子表现便是，不用为弟子担心。若是连一柄佩剑都无法收服，那将来我在天下行走之时，还何以让天下服我，让天下送我清玄？不负剑，我江巡既然要当你主人，给你取名不负，那自然不会负你。若你想要试探，放手便是，我绝不躲避。小师弟，你没事吧？这破剑疯了，不是说好的试探吗？不能上去。小师弟，你要绝对相信你自己的剑，他已经滴血认主了。你若不催动防御法宝，现在师妹你们上去阻拦，将会彻底功亏一篑，甚至会让此剑剑灵再也无法成型。他当时必然已经停手。你催动防御法宝，那就是你违背了不负誓言，不愿相信他。好，我相信师姐。今日就算被这不负剑当场斩杀，我也绝不反抗。
区区一把破剑，不思为主人斩敌，反而想要弑主。既如此，本尊留你不得。生灵了，这不负剑竟然真的生灵了！一日生灵，此剑可入天品神阶。不对，这不是生灵之劫，此剑想要自毁，这是灭灵劫！师尊快逃！孽徒，现在是怎么回事？生灵有劫，渡过可生气灵，刻换生机，可更上一层楼。灭灵亦有劫，但灭灵没有半点生机，只有死气，只有寂灭，这是形同天罚之劫。寻常人面对此劫，必将会苦不堪言，甚至形神俱灭。而若是大成至尊被此劫盯上，甚至会提前引来登仙大劫。你这废物，现在该怎么办？师尊放心，灭灵之劫虽然凶猛，但是若无旁人插手帮助那不负剑，灭灵之劫也不会沾染他人。只要等那不负剑彻底废损，自会消散。不过师尊，您最好还是回避，离开劫云范围最为稳妥，否则此类亦有可能将您当成目标。哼，本尊岂会怕这区区雷劫？不过为了避免伤及无辜，本尊现在暂时退去，尔等要注意，等此剑被灭，天邪离去便可，不得贸然动手。师姐，救命啊！小师弟，别着急，你只要一直跑，不被这把剑追上就行。记住，千万不要出手攻击不负剑，不然你会被雷劫盯上。师姐，你剑动失广，快帮我想想办法。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等这把剑被彻底毁去，雷劫自然消散。小师弟，你快往别处跑，别追着师姐了。师姐，师弟，你不要过来啊！师叔，快停下，快停下！宗主呢？宗主去哪儿了？谁来救救清玄？谁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今日我清玄圣地总是遇到这种事？难成我清玄真的要遭天谴了？师尊，二师姐、小师妹还有小师弟三人遭到了那不负剑追击，虽然仅仅只是余波，但他们三人的伤势却很重，甚至连经脉都遭到了损坏。但最严重的也是小师弟，小师弟是那不负剑的主要攻击目标，遭到雷劫轰击的时候，也有一些灭灵劫跟随滴血连接，遗散到了小师弟的身上，伤到了小师弟的神魂。江玄的神魂伤势如何？伤的不算太重，但终究是对神魂进行了破坏。若是无法彻底根治，将来小师弟修炼神魂法术可能会受到影响。拿出来吧。什么？你回来的这2日，本尊一直没有向你开口讨要，是想着你应当会主动。如今你师弟神魂遭遇创伤，莫非你还想要藏私不成？师尊，您在说什么？弟子不懂。你在云霄城获得了半株仙药地云芽，此事四海帮已经传遍了，你想装作不知道？师尊，这是假的，是四海帮的人栽赃嫁祸弟子。什么地云芽，弟子从未听过啊！哼，师尊，弟子自小读的圣贤书，向来信奉君子不器。地云芽若真的在弟子手中，弟子绝不敢藏私，更不敢骗师傅啊！六师妹，梦云，你相信我吗？我需要回去找救治小师弟的材料，就先告退了。我被污蔑了，我竟然也会被人污蔑。这是不负剑，刚刚才铸造完成的不负剑，怎么就碎裂成一块残破碎片了？发生了什么？不对，这不是普通的残片。剑身有灵，亦有剑心，这是只有真正的绝世神兵才会孕育而出的剑心。只要重新将其铸造，不仅神剑能够重新凝聚，而且还能够脱胎换骨。只不过如今的我缺乏炼气之道的修行。这是
是万年前就失传了的，和天书符箓一样地位的无上天书——断气神录。有此书，我定然能够用这剑心修复掠影剑，铸造无上仙剑。断气神录，来！落雨秘境终于开了。秘境大阵已破，各宗弟子现在速速进入落雨谷。记住，你们只有15天，15天后神仙难救。我只是想提醒一句，落雨谷是秘境，其中危机四伏，危机随时可能到来。人多有时候反而是累赘。100个名额对万宝楼来说实属浪费。若是你们愿意送出90个，我边翼飞可以保证，接下来你们将会获得我清玄庇护，否则你们100人进去，可能最终无1人生还。100个名额是不是浪费？可不是编导友说了算。我倒是希望进去之后，编导友不要在花里胡哨一通耍剑，最后雷声大雨点小，稀里糊涂被人一剑灭了的好。哼，我们走。编导友，现在所有人都来了，可以说说你拦下我们是想要做什么了吧？我拦住诸位，是想要联合大家，共同谋夺这落雨谷机缘。边翼飞，你说这话你自己相信吗？落雨谷自被我们武宗3族发现，如今已经过去500多年，每次都有收获，但收获一直一般，这一点大家不会否认吧？这样下去没什么用，所以我想把所有人集合起来，一起合力解开此地隐秘，谋夺此地机缘。同样的，我清玄也愿意共享我们清玄这么多年来获得的情报，各位觉得意下如何？哼，听起来不错，但你有什么条件？总不可能是平白无故来做好事吧？条件自然是有的。我的第一个条件，接下来万宝楼的所有人听从我号令，不得反抗。当然，我也会保证不会随随便便拿你们的人牺牲。第二个条件，那就是此人不能跟随。不可能，风供奉是为万宝楼供奉，若结盟条件是这个，你休想！哼，万宝楼本就不属于我武宗3族，我也没打算带上你们。说是你们想要跟我们一起，那就必须答应我们2个条件。好，我退出。正巧我想独自逛逛，你们去吧，说不定四处逛逛能捡到机缘。四处逛逛，这可不行，这是困灵所，被捆住之后无法离开，无法使用修为，你需自负于此，等待半个月后通道开启，才可跟我们一道离开。欺人太甚！这个玉牌里有我们清玄圣地宗主留下的3道至尊功绩，有本事你们就来试试。无妨，去吧。这家伙怎么这么熟练啊？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出发。这就是断气神路吗？我感觉我的体质也在锻造之中不断变强。不过已经3个时辰了，人怎么还没来？看到我，你好像并不惊讶。我认识你，丁道安，莫书风情墨染的亲传弟子。没想到你一个小小散修还听过我的名讳。你还有何遗言吗？我知你不服有约，我也同样不耻此等做法。但怪只怪你此前太过亮眼，我虽敬你有明知必死，却依旧愿意自负的勇气，但却也不得不出手。你若有心愿，可说与我，或许……差不多行了。你这做什么都喜欢给自己冠以正义之名，是请墨染教你的吗？哼！为什么昆灵所对你无效？你到底是何人？你是顾修？顾修，竟然是顾修进来了！那清玄圣地的所有人
都会死在落玉谷里吧？师尊，一定要替我报仇！他们郁达峰也太过分了，凭什么说我们封秦长老私自占用仙药？他们有什么证据？就是啊，这帮人怎么可以如此编排我们？啊，你们说有没有可能峰主真的拿了地云崖？那可是仙药啊！这也是啊。若是峰主没做那些事，为何要在此刻闭关？晋升，不能乱说。错了便是错了，若是连自己有错都不敢承认，这还算什么君子？有什么脸面说自己是读了圣贤书的人？你不是圣人，你是罪人！该死！我绝不可能有错！你滚啊！你们莫书坊一个个张口仁义道德，闭嘴君子气节，但实际上全部都是一群虚伪小人罢了，敢做不敢当。就是，明明都是一群自私自利之辈，害死我都不愿意承认。这里可是清玄圣地，胆敢在清玄圣地说我莫书芳的坏话，清玄门规，恶意辱骂同门，诋毁师长，该当何罪？五师姐，一些小辈弟子心有不满，一时间语无伦次，没必要大动肝火吧？一群废物！兽栏里面的灵兽喂了吗？御兽术掌握了几成了？屁本事都没有，竟然还敢学着别人四处惹是生非！宗门规矩，尊师重道，排在首位。你们竟然还冲撞我五师姐！你们这群混账！哪怕我五师姐做的再不，但你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身份，去背后妄议堂堂清玄圣地的一方之主？莫书风是伪君子还是真小人？这样的话，你们有什么资格言说？一群混账玩意儿，看到你们就心烦，都给我滚！师姐，这几个弟子不懂事，师妹已经帮你教训过他们啦。师姐你放心，等回去之后，师妹还会重重责罚他们，实在太过分了。师妹，你也觉得我拿了地云崖？师姐，你这是什么话呀？师妹怎么可能怀疑你呢？古往今来，机缘，都是有缘者得知。师姐不愿意承认，想将地云崖占为己用，师妹是理解的，肯定不会因为这种小事影响我们姐妹关系的。我没拿地云崖，此事与我无关，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地云崖不地云崖的。啊，好啦，师妹相信师姐的。我会证明地云崖与我无关的。墨染，我听闻你出关了，正打算去找你，你来的刚好。上次给你的丹药还够吗？师姐给你准备了不少丹药。师姐，我好委屈啊！师尊怀疑我，最缠着我的小师妹也对我冷嘲热讽，只有三师姐还愿意相信我。师妹，我这次带了许多神魂方面的丹药，师姐知道肯定是比不上你的地云崖，但师姐还是希望墨染你能够为小师弟考虑一下。什么？小师弟的神魂难以治愈，虽然短时间内不会影响过大，但越往后神魂之伤终究还是一个祸端。师姐知道这样的话本来不应该说的，但师姐还是希望墨染你能够为小师弟着想一些，他现在比师妹你更加需要地云崖。师姐，你也认为墨染是那种自私自利、敢做不敢当之人吗？秦师妹，你可曾觉得而今的这一幕似曾相识？我跟他不一样，我真的是被冤枉的。是吗？梁师弟，现在怎么样了？劳烦卞师兄挂心，虽然将那封供奉斩杀，但那人
的确强大无比，师弟伤势有些重，恐怕这几日都无法出手了。嘿，什么话呀！你且好好恢复便是，接下来也用不着你出手了。困阵已成，只要他们踏入其中，我们清玄便能尽数将他们围剿。边师兄，我想问个问题。什么？这般明目张胆抢夺其他宗门弟子的机缘，不怕最后为清玄的名望受到影响吗？哎呀，丁师弟啊，他们能活着回去曝光此间之事，确实会对我清玄造成影响。但若是全杀了呢？影响自然就不复存在了。啊，原来是这样。师兄不愧是清玄内门弟子，果真高见。所有人都准备好，要来了。诸位，我能感知到里面存在着天品法宝，这是一桩大机缘啊！这清玄圣地难得没有骗人，这里面竟然真有机缘。各位，我们尽快将机缘取到手，然后返回去就封供奉。他的处境很危险，清玄圣地一定会出尔反尔。想走？你们走不了了。我清玄圣地的机缘，你们还真敢窥伺？哼！找死！起阵！怎么回事？这阵法将我强行禁锢起来了。不仅如此，我丹田气海的灵力也在异散。给我上！这是不朽。边师兄说的对啊，若是想要消息不外传，只要将你们全都杀光，不就好了？你，古修，你怎么会在这里？你这个七宗的叛徒，一介废人，给我去死！这是你们的那个江巡小师叔所创的剑法吧？你可知他为何要创这一式剑法？我曾自创了2式剑招，留在清玄圣地，却无人学得会。江巡也是如此，于是他只能做出简化，改出了这落英剑。所以你为何会觉得这落英剑伤得了我呢？你这一剑太慢太弱，就像你们一样凶残游龙。别太猖狂，这其中有至尊的一击，你星哲，还望诸位能够保守我的秘密，暂时还不想暴露我的真实身份。那是自然，放心吧，顾修剑仙。清玄圣地，等着吧，这是第一步，我会一步一步走回来，向你们所有人复仇的，都给我等着。我想问一问师姐，顾师兄如今藏身何处？小师弟，你怎会问这个问题？我之前不是说过了吗？顾修已死。师姐确定？顾师兄的本事，你我应当都知道，他不可能如此轻易的死去。我也不愿相信，可事实确实如此。师姐可知今日为何会出现仙门乱象？上古有传言，仙门乱象，大势将至。或许是这方天地发生了变化。师姐通晓天机卜卦之事，如此异象出现，师姐为何反而不卜卦了呢？我的寿元已经亏损过多，此等异象强行卜卦，我会当场身死。师姐惜命了。你说什么？我听师尊说，师姐你的寿元消耗极大，一直为师姐担心。如此异象，师弟我看到的第一时间便是担心大师姐强行问卜。此次师弟来，正是为了把此物赠与师姐。自上次归来之后，师姐你一直神情黯淡，难展笑颜。师弟如今还未正式出过世，身无长物，只能送给师姐此物，
希望师姐能够笑颜常开。师弟有心了。大师姐喜欢就好，何谈谢谢。我曾听闻，当年顾师兄也会经常给诸位师姐赠送各种礼物，想来大师姐应该都妥善保存着吧。我的礼物或许比不上顾师兄呢，但也希望师姐能够走出阴霾。我从一开始就不配接受他的礼物。师姐，顾师兄送过你什么？可否让师弟看看？啊，师弟只是好奇。顾修当年很喜欢来观星台和我观星，他说有个枕头躺着会舒服些，所以用了灵犀玉做了这个玉枕。这上面残存着顾修的符元，我就知道这该死的念朝夕还藏着顾修的东西没有交出来。等着吧，念朝夕，还有顾修，等本仙一点一点把你们蚕食殆尽吧。听说灵犀玉有安神之效，其上面还刻有凝神阵纹，不知大师姐能否借师弟几日？这个果然还是太强人所难了。其实只是师弟上次遭遇神剑施主，神魂受创，这几日每夜不能寐，看到这灵犀枕便难免心生期待。既然是大师姐的心爱之物，那师弟便不强求了，师姐不必为难。抱歉小师弟，若是其他，师姐自然不会吝啬，只是此物对我而言意义非凡，而且灵犀枕虽然有些安神定魂之效，但其实并不是太强。若是小师弟需要，这2日师姐给你用玉漆木给你重新做一个，那个效果更好。当然没事，若是能够得师姐亲自相赠，自是好事。既然如此，师弟就不打扰师姐了。江师弟似乎此前从其他师姐手中要过许多曾属于顾修之物，而且他对顾修是不是有些过分关注了？这是落玉谷的方向，不好，落玉谷有大事发生，莫非我清玄圣地又遭天谴不成？父亲，女儿辜负了你。虽然沙家弟子都安然无恙带回来了，可谷中的机缘却什么都没能获得多少。师伯，碧波宗弟子此次损失了3名师妹，机缘也未曾获得。站住！我清玄圣地的弟子呢？为何你们相安无事，而我清玄圣地被全灭？怎么，千玄长老嫌欺负我们的人欺负的不够，还打算再欺负？哼，千玄弟子，他们早就遭报应了。你说什么？你们千玄宗欺人太甚，恶贯满盈，奴役我们各宗各族弟子，还打算设计我们所有人，之后活该遭报应，却死在里面。哼！你叫风不归？是。你曾和我宗边翼飞决斗，并且一招将其击败。来，对我出手，让我看看那一招。天哪！堂堂清玄圣地宗主，竟然要对一筑基修士出手，真是好生不要脸！长老息怒，风不归风道友是我万宝楼供奉，还望您能高抬贵手，放他一马，我万宝楼必有重谢。本尊说了，本尊只是想看一招而已，不会对他出手。可他只是筑基修士，您只需要挥一挥衣袖就能将其磨灭。说起来，上一次风供奉和石姐姐您的亲传边翼飞边道友对战，也算是险胜。风供奉那一战结束之后，灵气亏空严重，差点伤及根本，以至于进入落于谷中都只能自述极身，困于断桥之上。事后我万宝楼一定都归圣地有所补偿，您意下如何？哼！走，我们该走了。没想到风不归就是顾修剑仙，真是让我好找啊！还请万楼主不要公开我的身份。当然，顾修剑不，风供奉，我万宝楼定当誓死守护你的身份。这是滴血。是清玄圣地所为。我们夺取了落雨谷的大机缘，还将他们的弟子全部坑杀，他们如何能够放得过我们？
清玄圣地真是欺人太甚。那现在怎么办？无妨。风光峰，你要做什么？万小贝，看好了，这才是落雨谷的真正传承，雨落留痕。听闻万宝楼在落雨谷获得不少机缘，我等想要见识见识，不知陈供奉和万楼主可愿拿出啊？清玄圣地做事竟然如此卑劣，真让人厌恶。我说无益，不过若是你等愿意将宝物主动呈上，我倒是可以考虑留你们全尸。这是什么？雨落留痕。刚刚发生了什么？时间被暂停了！你这混账！风光峰，小心，全是鸡蛋镜！一击秒杀，筑基器一击秒杀了金丹修士。我顾修回来了，清玄圣地，你们做好准备了吗？